大家好，欢迎来到风 Talks。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只有买了有地下室的房子才会知道的事情。首先声明一下，我居住在加州湾区，所以这个影片里提到气候相关的状况会更加契合加州的情况。但是由于北美建筑标准的相似性和地下室的共通性，这里提到的绝大部分问题对居住在北美甚至其他地方的观众都具有参考价值。既然你点开了这个视频，我想大概率你要么是正在看房的阶段，自己中意的房子有地下室，所以你想提前了解一下地下室是不是有什么坑，或者你自己和家人就正住在一栋带地下室的房子里，所以想多了解一些维护方面的问题，又或者单纯出于好奇。不管怎么样，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就来分享一下只有在你买了有地下室的房子之后才会知道的事情吧。1. 雨季和渗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房子 gutter 下面连接的 downspout 的区别？有些房子的落水管的开口是看得见的，下雨的时候从 gutter 里收集到的雨水通过落水管的出口直接排放到房子外墙周围的地面上。还有一种落水管的出口你是看不见的，直接通到地下了。你有没有想过，对于这种通到地下的落水管，下雨的时候 gutter 收集到的雨水最后都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有些跟落水管连接的管道可能会跟地下的排水系统相连，进而最终排放到附近的河流湖泊里。有些可能连接到自家的 sump， 最终通过 sump pump 被泵入市政的污水系统里。还有一种可能是连接到一个叫 dry well 的地方。这里先给出结论和 solution， 然后再来解释为什么。结论就是，如果你的房子有地下室，而你的 gutter 落水管又通往地下，那么最好是尽快把它改成地面直排。我知道有些人比较在意美观的问题，落水管出口直接开在地面上，好像太糙了点吧。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你的 gutter 在经年累月的落叶和灰尘洗礼下，如果清理不及时，下雨之后它们的去处必然是管道的地下部分。如果你家的情况是我们之前说的管道直通地下排水系统，那么地下管道堵塞之后，雨水一定会反流出来，而堵在管道里的水也出不来。如果地下的管道部分由于树根的侵入产生了破损，那么这部分水的去处一定是在地下室的周围。当你地下室的防水层在时间的作用下出现破损或者缝隙之后，地下室就会发生渗水。如果你家的地下管道最终是通到了 sump 里，雨水里的杂物就很有可能堵住甚至损坏 sump pump。 当损坏的 sump pump 不能持续的把流入 sump 的雨水泵出到市政污水管道的时候， sump 里的水迟早会漫出来，再进入地下室。对于最后一种，如果你家的地下管道最终是通到一个 dry well 里的话， dry well 的容积和周边土壤吸收水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加州近些年大气长河频频在雨季出现的情况下，当 dry well 和它四周的土壤都吸饱了雨水之后，那么它的最终去处也只能是你的地下室了。所以综上所述，不要太过担心美观问题，尽早把通往地下的 downspout 改成地面直排，才是免于雨季出现意外的最佳选择。另外，关于避免地下室渗水这个话题，还有2个点值得一提。一是位于室外的 sump 最好给它配一个盖子，这样能避免落叶等等脏东西掉进去卡住 sump pump。 2是地下室窗户外的天井和过道上一般都会有地漏，没有及时清理的落叶和尘土有时候也会堵住地漏，导致雨水无处可去，最终进入室内。你可以买我用过的同款地漏罩子，又或者直接在地漏上放一些碎石。由于碎石堆的缝隙很多，就算被落叶盖住，总还会有缝隙让水通过。2. 防潮。湾区我看过带地下室的房子，全封闭的比较少，基本都是半开放，也就是说，要么窗外有天井，要么可以开门走出去，通过台阶走到地面上。但不管是哪一种，毕竟位于地下，通风和采光条件都比地面建筑要差一些。夏天旱季其实还好，冬天雨季就算没有渗水的问题，地下室的湿度通常还是比地面一层要高的，尤其是在下过雨之后。所以这里就来到了防潮这部分的结论。
给地下室配备一台除湿器还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大部分人给地下室的定位基本都是家庭休闲娱乐或者健身的地方。就算是冬天，地下室也是要用的嘛。家庭影院系统的电视机、投影仪、功放音箱、低音炮之类的电器，长期在湿度比较高的地方，对使用寿命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更不用提身处其中的人的体验了。对于除湿器，可以根据自己地下室的面积来选购，一般家庭应该用不到 Aloreal 家的工业除湿器，够用就好。3. 冬气 Raydan。 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冬气这个名字，它的英文名是 Raydan， 是一种无色、无嗅、无味的稀有气体，但是却具有高度放射性。冬气是镭衰变后的产物，而冬气衰变后的产物是铅。冬气的浓度根据所在地区的差异非常大，它一般都是从地下渗透出来的。根据维基百科，冬气的密度约为海平面地球大气密度的8倍，因此它就很容易在地势较低的地方聚集。而对于有地下室的房子来说，家里最低的地方当然就是地下室了。由于冬气衰变后的产物不再是气体，而是固体物质，并且会粘附在各种表面上，例如空气尘粒。如果这种尘粒进入呼吸道，会附着在肺部气道中，增加患上肺癌的机会。不过冬气虽然听上去比较可怕，但也用不着过度的担心。一来冬气本来就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界当中，就算是地面建筑里也会存在冬气。二来我们上面也提到过，冬气在不同的地区浓度差异极大，你居住的地区地下室能检测到的冬气浓度，跟地面建筑里自然存在的浓度，也许根本就相差无几。当然，俗话说得好，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但是对于冬气这种无色无味的气体，我们要怎么知道它的浓度呢？这就要引出我们这个部分的结论了。对于房子有地下室的屋主，就需要了解一下冬气浓度检测仪了。虽然听上去挺高大上，不过冬气浓度检测仪在 Amazon 上就买得到。我看了一下自己买的那款，有促销活动的时候，其实也就是2顿饭的钱。我也会把 Amazon 链接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里。如果很不走运，你家地下室的冬气浓度高出健康值很多，也不用慌。美国有很成熟的冬气治理方案，你只要在 Google 上搜索 Raydan Mitigation System， 找到家附近能做的公司打电话给他们就好了。原理大概是在地下室的地面上挖一个洞，也就是人为的制造一个比地下室地势还要低的点，在里面埋一根管子，接一个静音的 Raydan fan， 然后再通到室外。Raydan fan 制造的负压就会源源不断地把聚集在洞里的冬气抽到室外排掉。那个洞会用多孔的材料，或者直接用碎石覆盖掉，所以不用担心你的地面上真的会有一个洞留在那里。4. 研磨泵 Grinder Pump。 我们在上面雨季和渗水那个部分提到过 Sump Pump， 其实如果你的地下室有卫浴设施的话，你还会发现另外一个 Grinder Pump。 顾名思义，研磨泵就是把冲到 holding tank 里的东西磨碎之后，再泵到市政污水管道里去。至于什么东西需要被磨碎，这个大家就自行脑补吧。这里倒不是说研磨泵有什么不好，它其实就是地下室卫浴设施所对应的配套设施而已。虽然一般情况下你基本上会忘记它的存在，但是万一它出现了什么问题，作为屋主的你也是需要找人修理的。自从我知道了它的原理之后，就告诫家人，除非必要，就不要去用地下室的卫生间了。毕竟我有邻居找人修理过 Grinder Pump， 相信你如果听过这其中的种种之后，大概率也会跟我做一样的决定吧。好了，以上就是我在这个影片里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上网做过 research 之后分享给大家的第一手资料。不知道看完之后会不会有打算入手带地下室房子的观众打退堂鼓，但是我自己在体验过之后，还是喜欢有地下室的房子，毕竟它能提供额外的空间，让我们用来做家庭影院、小型私人健身房，甚至酒窖。如果你的地下室足够大，用来打桌球或者乒乓球也不是不可以。至于雨季渗水，并不是每个屋主都会遇到，就算不巧你遇到了冬气的问题，目前市面上的解决方案都足够成熟。
最后，希望你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很享受地下室带给我们的额外空间和乐趣。这里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继续关注风 Talks 后续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次再见。